大家好，如果你正在犹豫是不是值得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游玩，相信看完这个影片，你一定会得到答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方面你会看到落基山脉的主要景色，另一方面我会分享这里的趣事。我在卡尔加里已经生活了近20年了。卡尔加里是个紧邻落基山脉的城市，在它的周围有5个加拿大的国家公园，西北边有班夫、库特内、尤赫、Jasper， 南边在美加边境旁边有沃特城国家公园。除了 Jasper 以外，别的公园都在当天可以往返的车程里。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会经常光顾这些公园。好吧，让我们开始吧。2018年5月28号，加拿大一些媒体报道，哈利王子和梅根的蜜月将在加拿大的 Jasper 国家公园度过。他们会下榻于 Jasper 公园里头的豪华度假屋 Jasper Park Lodge。虽然酒店的人员当时也否定了这条消息，但是因为当地的人描绘的绘声绘色，而且由于安全和保护隐私的原因，最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虽然如此，但是英国皇室钟情于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却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901年，当今女王的父母乔治5世国王和皇后，那时他们还只是公爵和公爵夫人，就来到了加拿大的落基山脉。那次他们坐马车游览了班夫的大部分地区。大概那时 Jasper 的基础建设还没有开始，根本没有接待游客的条件。1939年，当国王和皇后再次来到加拿大落基山脉时，除了班夫以外，他们还在 Jasper 散步，并且用自己随身携带的相机捕捉到了巧遇熊宝宝和熊妈妈的一幕。当时正在玩耍的熊宝宝一直盯着树后的来访者，后来紧张的熊妈妈赶紧抱着宝宝走进了附近的树林。在那次行程里，国王拍下了壮观的门令峡谷 Mountain Edith Cave 和天使冰川等等。当今女王的妈妈对这里的美景印象颇深，后来她告诉她的2个女儿，一生中至少要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一次。玛格丽特公主在1980年曾来 Jasper 国家公园里度过了10天美好的假期。后来伊丽莎白2世自己也在2005年来此访问过3天。另外，英国皇室的很多其他成员，比如说维多利亚女王的第3个儿子一家，也曾经在1914年来过这里。还有1919年，女王的曾祖父爱德华王子在访问完落基山脉以后，还在卡尔加里旁的 Foothill 买了一个农场。Jasper 是落基山脉几个国家公园里最大的一个，占地11000平方公里。我们知道上海的面积是6340平方公里，那么它就差不多比2个上海的面积小一些。这里夏季的温度非常舒适，6到8月份白天最高的平均温度是20度，到了夜间最低的平均温度不到10度。所以大家如果来此旅游，最好从短袖到外套多带一些可以随时添加的衣服，这样当温度变低的时候随时可以增加。不过夏季也来此旅游的游客很多，所以住宿相对难订，要早做计划。其实9月份旅游也是一个不错的季节，最高的月平均温度是16度，夜间的温度大概是3度。而且9月中下旬是落基山脉颜色最丰富的季节，游客比夏季也减少了很多。1810年的夏天，加拿大的探险家之一 David Thompson 是第一个非原住民进入到阿斯巴斯卡 River 河谷的。后来随着毛皮贸易还有开矿，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在1911年，当加拿大西部铁路在这里修通，采矿业集中在现在的 Jasper 公园的东门一侧，为此才有了现在的 Jasper 小镇。这里的美景众多，比如说门令湖、门令峡谷、药湖、金字塔山、金字塔湖、Patricia Lake、天使冰川等等。另外，在路上
你很可能碰到棕熊、黑熊、各种各样的鹿和大角羊等等，尤其是在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可以看我做的系列影片《落基山脉深度游》，这里就不多啰嗦了。班夫国家公园的故事开始于铁路到达这个地方的年代。1871年，为了 BC 省能够加入加拿大联邦，加拿大政府同意修建连接加拿大西部，并且贯穿整个加拿大的铁路系统。直到1883年，铁路修建到了卡尔加里，并于当年的秋天通往路易斯湖。1883年的11月8号，3名年轻的铁路工人在工作之余寻找金子。当他们划着木筏渡过公河时，发现那里的水温是热的。他们非常的好奇，想一探究竟，结果发现了一个被原木堵住的低洼地，在那里到处弥漫着硫磺的气味。仔细观察，他们发现地下有一个洞口，硫磺的气味就是从那个洞口里冒出来的。虽然非常紧张，但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其中的一个人在同伴的帮助下下到了那个洞里，结果发现了这里的温泉水源。这天虽然他们没有找到金子，但是温泉资源和金矿同样的珍贵。这一发现立刻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有钱的游客。同样，加拿大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资源可以给正在建设的铁路建设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1885年11月份，加拿大政府宣布这里为自然保护地，之后这里被命名为落基山脉公园。班夫温泉被发现不久，当年建设铁路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着手在铁路沿线建造酒店业务。班夫温泉酒店，也就是今年的费尔蒙城堡酒店，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建造的，并于1888年完成。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酒店。后来商人们也看到了这里的商机，开始在这里开办饭店、建设花园、提供打猎的向导等等。从此，班夫成为世界上有名的旅游胜地，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费尔蒙城堡酒店是随班夫公园一起成长，也是班夫历史上的一部分。当年为了吸引有钱人乘坐刚刚建成的铁路线来落基山脉旅游，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在这里建造一系列豪华山区度假村。班夫酒店是由美国著名的建筑师 Bruce Price 设计的，在1886年开始建设。它的地址选在了离新建成的火车站和刚刚发现的温泉不远的地方。因为建设的经费完全不是问题， Bruce Price 决定设计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山区度假酒店。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完全被理解错了，酒店的正反面被完全颠倒，其结果就是本该拥有最棒的全景景观的客房却面对了森林，而厨房部分却拥有了一览无余的公河山谷全景。尽管如此，当1888年6月1号酒店开业后，全部250个房间在夏季的时候每天爆满。之后几年，酒店不断被扩建。班夫是第一个被命名为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公园。夏季的温度和 Jasper 差不多。2017年，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是这样描述班夫的：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地方。的确，作为加拿大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世界上第3个国家公园，班夫有着最迷人的风景和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那期杂志上，不仅班夫被名列其中，而且连封面都是班夫的梦莲湖。优鹤国家公园是其相邻的几个公园里最小的一个。1929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优鹤公园里头的翡翠湖旁画下了一幅关于翡翠湖的油画，不过在画作的右下角却被错误地标示为了路易斯湖。其实这个错误不只是丘吉尔犯过，第一个非原住民发现翡翠湖的加拿大向导汤·威尔森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他曾经把
路易斯湖命名为翡翠湖。然而，当看到今天的翡翠湖时，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翡翠湖，就把当年已经标注在官方地图上的今天大家都知道的路易斯湖改名路易斯湖。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的路易斯湖和翡翠湖的景色完全不同，但可能是因为它们湖水的颜色都呈现出翡翠的蓝绿色吧，才会有那些有趣的故事。优鹤国家公园的占地面积是1313平方公里，夏季最高的平均温度和班夫 Jasper 差不多，只是最低的平均温度更低一些，大概是5度左右。离开班夫进入库特内国家公园，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陆分水岭的标识，它表明了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在此分界。从图上看到的从南向北贯穿的红线，也就是从白令海峡一直延伸到麦哲伦海峡的美洲大陆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将排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河流系统分开。人们开玩笑，如果在山里把剩余的咖啡倒入到库特内河，它就会流向太平洋；但是如果多走几步倒入公河河里，就会改变命运，最终汇入大西洋。这个公园的占地面积是1406平方公里，主要的景点有燃料水塘、瑞典温泉、大理石峡谷等等。在春天，这里经常会有动物出没，比如黑熊、棕熊、大角羊等等。沃特城国家公园在卡尔加里南边，靠近美加边境的地方，它的南侧就是蒙塔纳冰川国家公园。沃特城湖跨越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在1932年，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同意建立沃特城冰川国际河滨公园，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此类的公园。在公园里有2个国家行政上分别管理，但是共同合作保护自然和野生动植物。沃特城国家公园海拔大概是1280米，占地面积485.6平方公里。夏季最高的平均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夜间最低的温度大概是10度左右。从卡尔加里开车去沃特城的路上，你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从草原到山区的景色变化。它是继班夫国家公园之后第2个加拿大被列为世界遗产遗址的公园。不同于班夫国家公园，这里没有那么商业化，人也没有那么拥挤。从地图上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沃特城和美国的冰川公园紧紧相连。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在沃特城停留1天以后，跨过美加边界，再去冰川公园上玩上2天，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